中国经济正在坠入深渊，中国对美出口5月暴跌 34.4%， 创下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惨纪录。彼时中国封城、封厂，全世界停摆，而现在呢？没有病毒，只有冷冰冰的现实，中国制造正在被美国市场抛弃。就连5月中美刚刚达成的所谓暂缓关税90天休战协议，也没能阻止出口的雪崩式下滑。用经济学人智库的话说，伤害已经造成。这不是普通的下跌，这是一次经济上的切断式脱钩，而它正悄无声息地吞噬着中国人的饭碗。海关总署的详细数据显示，5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暴跌 34.5%， 自美进口亦下降 18.1%， 对美贸易顺差同比缩水 41.55%， 降至180亿美元。中国整体出口虽仍增长 4.8%， 但低于4月的 8.1%。 同时进口总额年减 3.4%， 显示国内需求依旧疲软。这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，这是结构性的危机。5月中国智能手机出口减少 10%， 家电减少 6%。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在全球供应链中失去一个重要出口阵地，中国的科技原料命脉正在被切断。更惨的是，这一切发生在中国已经拼尽全力保外贸、放宽管控、释放产能的背景下。但美国用一句话就让这一切化为乌有，我们有替代方案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中国不是出口转向东盟和非洲了吗？根据官方数据，5月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近 15%， 对非洲更是激增 33%， 看上去还不错，对吧？但现实是，这些市场的消费能力、货币稳定性和支付能力根本不能和美国相比。用一句话总结就是，你可以去非洲卖冰箱，但你收不到美元。更讽刺的是，连对欧盟出口也开始下滑。根据欧盟统计局5月最新通报，对中国商品的非关税检验频率正在上升。换句话说，欧美国家在系统性的去中化。出口不行，内需也惨。2025年5月，中国的 CPI 同比下降 0.1%， PPI 下降 3.3%， 创下近2年最大降幅。很多人不理解物价下降不是好事吗？不，这叫通缩。通缩的本质是没人买东西，商家没收入，企业裁员，工资下降，房租撑不住，经济在原地打转，还越来越小。举个例子，你去超市看到鸡蛋、牛奶、洗衣液都在打折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可再过几个月你会发现，单位少了你岗位，公司裁了你奖金，孩子学费涨了，你却买不起书包。这是现实中的中国，便宜买不到未来。5月中旬，北京宣布释放5000亿元低息贷款，用于刺激消费、养老服务和房产市场。但结果呢？地产销售依旧低迷，百强房企销售同比下降 32%， 零售消费未见显著反弹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仅增长 0.4%， 创年内新低。人们不愿买房，也不敢消费，因为大家都明白，现在的钱要留着，留着还房贷，留着防裁员，留着应对不确定的未来。6月9日晚间，中美在伦敦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，这是今年以来的第2轮。外交辞令依旧冠冕堂皇，合作共赢，重建信任，开放市场。但台下比台上残酷得多。美方代表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在多个场合直言，中国必须在稀土与关键矿物出口上遵守承诺。而中方则提出抗议，美国取消中国学生签证，限制芯片出口，冻结国企在美资产，都是严重破坏合作基础的行为。可谁都知道，这不是谈合作，这是谈底线。这次伦敦会谈的焦点是稀土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
世界上约80%的稀土加工产能来自中国，这些稀土广泛用于手机、芯片、军工、电动车电池。但中国的稀土出口5月只有5865吨，虽然较4月略增，但多数关键材料已列入出口管控，出口细项尚未披露。而美方最担心的是这些材料无法用于本国半导体、航天与 AI 发展。问题在于，美国不是没准备，他们早在2023年就启动了稀土独立计划，如今正在澳洲、加拿大和南美加紧开采替代矿源。北京想用稀土作为最后谈判筹码，但很可能为时已晚。中国官方数据显示，3月和4月的出口增长数据其实被提前抢出口撑起。许多制造业企业为了规避特朗普强加的145%惩罚性关税，选择在政策生效前拼命出货，哪怕亏本也要发走。而5月的数据清楚显示，这波红利已经用完。6月或有短暂反弹，但在此之后将进入出口寒冬期。美国的全球贸易战已经开始带动外需全面下滑，下半年外贸压力将继续加剧，中国制造业恐将迎来一轮新危机。如果你还以为这只是1个月的偶发崩盘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中国已经在泥潭里越陷越深。曾经撑起中国 GDP 半边天的房地产，如今正一寸寸坍塌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5个月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0.3%， 销售额同比下降 28.7%。全国百强房企的销售额直接腰斩，老百姓的钱没了，信心更没了。一名上海的中产家庭主妇在社交平台上写道：“我家的房子买在2021年，房贷400万，现在市场价只剩320万。银行告诉我不要断供，但我快撑不下去了。”不是他一个人撑不下去，是整个中产阶级都在撑不下去。5月，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重新突破 21%。官方虽然已经不再公布详细数据，但根据清华大学与智联招聘的联合报告，2025届毕业生中超过 43% 仍未落实工作。考公考编，卷死在起跑线，大厂裁员，创业死路一条。这是当下年轻人最真实的写照。在广州一场面试中，150人排队争抢一个月薪4500元的文员岗位。这不是职场，是战场。你或许觉得消费降级是调侃，其实是求生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2.3%， 远低于疫情前动辄 9% 至 10% 的增速。餐饮、百货、奢侈品全线低迷，甚至连低价之王拼多多都感受到了寒意。根据其 Q1 财报，净利润同比暴跌 47%， 为上市以来最大单季跌幅。拼多多代表的穷人经济都撑不下去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老百姓手里已经没钱了，连省都省不出来了。外贸崩了，消费垮了，地方政府怎么办？统计显示，全国31个省市中有27个财政收入负增长，多个省份靠卖地和举债度日。四川、黑龙江、天津、河南等地陆续爆出财政透支、社保延迟发放的传闻。而5月初，财政部紧急批复一项地方债优化方案，允许部分省份将高息旧债展期至10年，以换取喘息机会。这不是改革，这是延期死亡。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增长，而是增长无感。有人还对中美伦敦会谈抱有希望，可真相是这场谈判更像是一场表演，剧本早已写好，观众却还沉迷剧情。矿产准入、学生签证、芯片禁令、关税豁免，没有一个问题是短期可以解决的。你以为
美国要谈的是贸易？不，他们要的是脱钩。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在一次闭门会议中所说，我们不再依赖中国，未来的产业链必须建立在盟友之间。中国还能靠出口撑多久？2001年加入 WTO 后，中国用20年时间成为世界工厂，靠着廉价劳动力和完整的制造体系赚得盆满钵满。可现在，越南、印度、墨西哥、印尼正在悄悄复制这一路径，外资、订单、技术统统在流失。麦肯锡一项最新调查显示，超过 63% 的欧美企业计划在未来2年内将中国以外的生产占比提高至 50% 以上。连老外都不相信中国制造能撑下去，中国人却还在用旧思维自我安慰。